我们必须对胃癌有科学的认识，它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疾病，而是一个多步骤相对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医学上我们称它为口热序列，或者通俗的讲就是癌变之路。这条典型的路径是这样的：从正常的胃黏膜到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再到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再到肠上皮化生，再到胃的异型增生，最后才到胃癌，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过程是可防可控，甚至能在早期阶段可逆转。那比如我们在萎缩和肠化阶段，如果我们能及时的根除幽门螺杆菌，彻底的改善生活的不良习惯，就完全可能阻断甚至部分逆转这个过程，从而极大的阻止它向胃癌发展。所以我们对待胃病的正确态度就是不恐慌，但要高度重视，要把胃部不适看作身体发出的重要信号，及时通过胃镜等检查明确自己处于哪个阶段，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和干预，这样才是科学的防癌之道。您看，您刚才提到的癌变之路，这一步一步的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但是我特别想知道，您能不能为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萎缩、肠化这些胃镜报告上常见的词儿，它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好的，主持人，那我打个比方，比如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一片肥沃的草地，这就是正常的胃黏膜。那非萎缩性胃炎就是草地有些发炎了，这个时候出现了炎症，那草皮还是完好的。那到萎缩性胃炎阶段，炎症长期不退，导致草地本身开始出现萎缩减少，这就是胃的固有腺体出问题了，让土壤也变得贫瘠，这就被定义为癌前状态，需要我们高度警惕。那下一步出现了肠上皮化生，就是在贫瘠的胃黏膜的土壤里长出了本不该在这里出现的小肠或者大肠类型的草，这也就属于癌前状态。那再到异型增生，也就是上皮内瘤变，那长出来的草形态就开始变得怪异，向坏的方向发展的趋势，那这就被认为是癌前病变，这也是距离胃癌最近的一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的，主持人，这个过程是可防可控的，甚至在早期阶段是可逆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关键就在于在萎缩和肠化阶段就进行有效的干预，比如说根除幽门螺杆菌，比如说改善生活饮食习惯，就可以极大的阻止或者延缓它向胃癌的发展。您刚刚这个比喻可以说是非常的形象。那我们如何能够及时发现并且阻断这个过程？比如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要特别的去警惕，或者说对于咱们百姓而言，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测的方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健康科普的最想宣传的核心之一。这里我必须纠正一个正常、非常普遍且危险的概念，我们绝对不能依赖症状来发现早期胃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胃癌甚至一部分进展期胃癌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它可能完全发不出任何的警示，发不出任何的警报信号或者有一些非常不特异但极其被忽视的表现，比如可能只是偶尔的上腹部饱胀、疼痛或者食欲不振、嗳气等等。那这些症状和我们普通的胃炎、胃的消化不良几乎一模一样，很多人就会自行归咎于吃的不舒服、吃的不合适，或者是出现了老的胃病，从而简单的吃点胃药就缓解缓解，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一旦等身体出现了那些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红色警报信号时，那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体重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不明原因的贫血、乏力、面色苍白、呕吐，甚至吐出咖啡样的液体，排出柏油样的又黑又亮的黑便，或者在上腹部已经能够摸到硬的肿块，这就往往意味着病情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从而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我的结论是，症状是非常不可靠的早期预警系统，它更像是一个最后的
紧急警报。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张医生，您看您刚提到的说这些症状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了，那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在我们身体的知觉上不会有疼痛的这样的感觉吗？癌症在早期好多确实是没有症状的，当已经出现了症状，就已经拉响了最后的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检查，再去发现，好多病人都不是早期了，就已经进到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可能不像其他的病种那么容易的被发现，是吧？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如何才能够主动并且及时的发现并且阻断这个癌变之路？对，这也就是提到了我们最可靠也最关键的侦察兵，也就是目前无可替代的金标准，它就是胃镜检查。胃镜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让医生眼睛直接的看到胃里高清状态下直观的观察胃黏膜的每一寸细微的变化，无论是轻微的炎症、早期的萎缩、肠化，还是刚刚冒头的微小病变，都无处遁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发现了可疑的区域，胃镜下就可以立即取一块小的组织，我们管它叫活检，去进行病理分析，从而在细胞层面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就是任何其他检查，比如说 CT、超声等等，以及抽血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于胃癌的高危人群或者有持续的胃部不适的朋友，要主动的进行胃镜的检查，这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我们不能等狼来了再行动，而是要主动去巡逻，防患于未然。